拜登首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参加 G20 峰会，希望借此时机修复与盟友的关系。不过，美国的盟友却闹起内讧，英法两国持续数周的捕鱼权争议导致双方关系紧张。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有意和因潜艇合约风波闹翻的法国套近乎，但法国总统马克龙依旧对此事耿耿于怀，愤怒谴责澳大利亚撒谎。You think he lied to you? I don't think. I know. 周日在罗马面对一群澳大利亚记者的马克龙，显然对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潜艇大单余怒未消，直接指责莫里森在此事上撒谎，并表达了对美英澳组成 AUKUS 小圈子的不满。AUKUS deal was very bad news for France, but not just for France, because I think it's a very bad news for credibility and of Australia, and a very bad news for the trust that great partners can have vis-à-vis Australia. So I had a very direct discussion with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about this issue. 莫里森当天晚些时候在罗马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表示，他没有撒谎。他之前曾向马克龙解释过，常规潜艇不再能满足澳大利亚的需求。他还表示，澳法关系修复的过程已经开始。He said that what happened was detrimental to your reputation.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ll always stand up for Australia's interests. But he's also accused you. He says he doesn't think you lied to him, he knows you lied to him. I don't agree with that.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9月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与此同时，澳方撕毁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数百亿美元潜艇大单，澳法关系出现裂痕。法国一度召回驻澳大使。尽管莫里森此前数次表态，嘴硬声称并不后悔做出这一决定，但这次飞赴罗马参加 G20， 他显然有意修复与法国的关系，几度向马克龙示好。据澳媒披露，在 G20 峰会为领导人准备的休息室里，莫里森主动走向马克龙，并用澳式英语的你好与他打招呼。值得玩味的是，在场的媒体都没有捕捉到莫里森把右手搭在马克龙的左肩以示友好的场景。而关于两人接触的照片是由莫里森自己的摄影师拍摄，并由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提供给媒体。从公布的照片看，马克龙对莫里森的主动问候并没有报以热情的回应，尽管戴着口罩，但还是可以从眼神中看出马克龙的冷淡。碰了钉子的莫里森仍向媒体形容，他当时直呼马克龙的名字埃马纽埃尔，两人还高兴地互致问候。澳媒也为莫里森助攻，在报道中渲染澳法关系有转机。We've begun it. We've spoken several time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I'm sure we'll speak a bit more before I head back to Australia. But we'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build that partnership back, the areas of activity where we can continue to cooperate. France is an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Indo-Pacific, and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So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us going forward. 事实上，法国对澳大利亚的怒气值升级，离不开美国总统拜登的甩锅。在 G20 峰会正式召开的前一天，马克龙和拜登举行面对面会晤，就美国背地里截胡法国与澳大利亚数百亿美元潜艇大单，拜登先是服软承认，我们的做法不是很得体。随后，拜登话锋一转，将责任甩给了莫里森，称他以为法方很早就获悉法澳潜艇协议要黄，并表示我不知道你没有被告知。拜登为了笼络马克龙，竟然把澳大利亚当作替罪羊，引发澳方舆论哗然。莫里森不得不出来澄清称，澳方此前持续向美国政府通报了与法国政府对话和讨论的最新情况。外界注意到，马克龙在与拜登的会面中欣然接受了对方的道歉，还发表联合声明，就防务和贸易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协议，美法关系似乎有所解冻。不过，日本时报网站分析指出，在潜艇合约风波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各插法国一刀。如今，马克龙对这两国态度存在温差的根本原因是，他接受拜登的道歉是一场外交胜利，有助于6个月之后的大选。而澳大利亚虽然急于让事件翻篇，但并没有给出马克龙所需要的东西。法国它有求于美国，那马克龙希望美国支持法国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加强两国之间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合作还有情报合作，并且希望美国能够做出具体的承诺。那美国的支持对于法国来说非常的重要。另外，他也希望能够介入到或者加入到这个印太合作伙伴关系当中，所以他对于美国的需求要远大于对于澳大利亚的需求。那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对于美澳来说有一个态度上的温差。此外，法国与 AUKUS 另一成员国英国因持续数周的捕鱼权争端而关系紧张。英国脱欧之后，与法国之间就捕鱼权的争端已经持续数月，而就在近日，双方争端再度升温。
当地时间10月27号，法国政府宣布，如果英国不向更多法国渔船发放捕捞许可，法方将从11月2号起禁止英方渔船进入部分法方港口，并对英方船只和往返英国的卡车加强检查。周日，马克龙和约翰逊在 G20 峰会期间会面，但会晤结束后，双方仍各执一词。据法新社报道，英法领导人在没有助手、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的1对1会晤。会后，马克龙说，法国已经向英方提交了解决争端问题的提案，现在球在英国焉。如果英国不采取任何重要行动，法国的反制措施将会从本周2起开始实施。他强调，法国不希望争端进一步升级，也不想被迫采取报复措施。而约翰逊则表示，英国在捕鱼权问题上的立场并未改变，并坚称法国应撤销对英国的威胁。英法领导人会晤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更是直接警告法国在渔业争端中做出让步，并设定了48小时的最后期限。而事实上，盟友频频内讧，美国才是罪魁祸首。无论是害怕欧盟抱团会给自己造成威胁，挑拨离间欧盟与英国，还是拆分小圈子，背着法国与英澳组成 AUKUS， 美国的种种做法造成盟友间分崩离析，这也势必影响到美国的整个联盟体系。那么这些问题都导致，盟友他们的战略自主的倾向在逐渐的增加。因为他们对于美国的领导力和信誉的疑虑在进一步的增加，没有办法相信美国。比如说，我们以法国为例，在这一次这个AUKUS联盟构建之后呢，他再一次提出要建立独立于北约之外的军事体系，所以我们能看出来，他们都在寻求独立美国之外的这样一个战略自主的一个政策，这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它的领导力还有它的这个信誉。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刚落幕的 G20 罗马峰会也是双边外交的热闹舞台。法国总统再度指责奥总理撒谎，拜登也与土总统举行会晤。您对此有何观察？在我看来 ，G20 罗马峰会与其说是和解之地，不如说是政治八卦实锤之地。在后疫情时代，各国双边外交被迫降低频次，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纷争，领导人之间的局域分歧，大多隔空释放，各说各话。这当中有几分是真情实感，几分是极限施压，外界很难分辨。面对面的外交舞台啊，这是另一个场域。在这里，一个皱眉，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句反诘，全是外交信号。看似微笑着站在一起拍全家福，实则心理层面的牌局已至白热化。冤家聚首，难解难分，你方唱罢我登场。比如美法澳的潜艇危机。拜登总统摆出了一副低姿态，与马克龙相约法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使领馆那可是国土象征啊！拜登此举无异于登门致歉，甚至不惜祭出夫人外交，一颦一笑皆是圆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倒是难受住了，这边向拜登把截胡潜艇订单的责任甩得干干净净，那边向马克龙与拜登你侬我侬，回过脸对澳大利亚一脸不依不饶的样子。在美欧团结大局面前，什么安格鲁萨克逊血脉都得靠边站。另一方面，英法这对老冤家也有一场好戏同时段播出，那便是英法两国围绕捕鱼权的争端。在我看来，渔业纠纷事小，后脱欧时代的英法关系才是问题的本质嘛。连翻译都不带的1对1面谈，仅持续了半个小时。约翰逊首相满脸写着一句话，那就是马克龙不能以欧盟盟主的姿态居高临下的与我说话。马克龙则心气更盛，针对英国的报复措施将于10月2号开始实施。此次罗马峰会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即将退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领着他的接班人现任内阁财政部长舒尔茨出席了每一场双多边会谈。最有意思的莫过于美德领导人会晤，在一张方桌上，拜登居左，舒尔茨居右，默克尔居中而坐，提携引荐之意浓厚。权力的代际传递以如此直白的方式公开上演，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依然志在维持欧盟双核之一的影响力。一言以蔽之，此次 G20 罗马峰会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纷乱的欧洲，一个力不从心的美国总统，以及一群貌合神离的所谓盟友。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